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从来没有一个鸡能够山坳坳的走出广东。在广东，鸡的做法有很多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既简单又好吃的家庭版盐焗鸡做法。这样做的鸡味香浓郁，皮爽又滑，骨又鲜香，吃起来非常的好吃。喜欢的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公鸡，我今天用的是就刚开始下蛋的小母鸡。这种鸡的话，它的肉质会比较鲜嫩一点。做这道菜其实用老母鸡也是可以的，如果用老母鸡的话，它的肉质皮脆又香。但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话，用小母鸡就可以了。把鸡买回来后，我们给它再次的检查处理一下，把鸡身上残留的鸡毛给它处理干净，还有它的嘴巴和口腔里面都要给它清理一下，处理干净了。还有鸡身上每一个窿窿罅罅的黄膜都要将它去除干净，否则它会影响鸡的上色，还有整道菜的卖相。腹腔里面的2块鸡油也将它抠下来，这2块鸡油的话留着炒菜吃，特别的香。还有腹腔里面残留的内脏也将它挖出来。最后很关键的是，必须把它背部的那2块肺片挖下来，不然的话鸡是很难完全的成熟的。把鸡处理好之后，再将它清洗一下，这样的鸡就非常的干净啦。接下来把鸡放进一个大盆里面，紧接着往盆里面倒入稍微多一点点的食盐，因为食盐的话它有很好的摩擦作用，可以把鸡上面的汗皮搓洗得更加的干净。我们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它的腥味基本就没有了。我们用左手将它不停的揉搓搓洗，将它的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搓洗一遍。把它的每一个地方都搓洗过一遍之后，我们再用流动的自来水将它冲洗一下。同样是用手将它不停的去搓洗，把它身上的脏东西搓洗下来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这样清洗过的鸡皮它就变得非常的干净啦。我们把鸡处理干净了以后，把它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盆里面。接下来再用80-90度的开水把鸡皮给它烫一下。经过烫过的鸡皮，它会变得收缩，变得紧致。后续我们在上色的时候会更加的均匀又好看。用开水烫过了以后，再用自来水给它投凉，然后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-2个黄栀子，用菜刀给它轻轻的拍一下，将它拍裂开。把它拍开了以后，放进一个小碗中，再倒入少许的开水，将它浸泡起来。它是天然的色素，是可以食用的，要是家里没有的话可以不放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老姜，把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把姜片切好了之后，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它打成葱节，然后放进碗中备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鸡先给它腌制处理一下。准备1小包的盐焗鸡粉，把它全部倒进来。我这个鸡是3斤重，正常来说1小包足够了。再来上些许的花生油，增加香味。再把刚刚泡好的黄栀子水也倒进来，它的作用可以让鸡皮的颜色变得更加的好看诱人。要是家里没有的话可以不放，这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用左手把盐焗鸡粉涂抹均匀，把鸡身上的每个犄角旮旯都涂抹均匀，把酱汁灌到鸡的腹腔里面，然后用手把鸡的腹腔里面同样的涂抹一下，让整个鸡更加的入味。用我们的左手将鸡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涂抹一遍，给鸡来个全身的按摩，给它按摩大概3到4分钟，让它更好的入味。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姜片塞到鸡的腹腔里面，还有剩下的葱节也给它一起的塞进来。姜葱的味道可以去除鸡的腥味，
让鸡吃起来更加的香。最后用保鲜膜把鸡给它封起来，然后放开一旁腌制1个钟头备用。你A few moments later， 腌制1个钟头以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，把它取出来，将它放进一个大碗中，再把它放进蒸锅里面，或者是电饭锅里面。最后把盘里面剩下来的酱汁淋到鸡的上面。水开上气以后，盖上盖子，用中火蒸25分钟左右。具体的时间根据鸡的大小来把握控制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这时候已经蒸了25分钟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怎样去分辨鸡是否成熟了呢？用筷子或者是牙签在鸡腿上最厚的地方插下去，插下去以后，如果没有血水流出来，那就代表已经是蒸熟了。蒸熟了以后，先把它取出来。哇，真的是好香啊！一股鸡肉的味道迎面扑来。把鸡稍微的放凉一点点，然后将它的脖子砍下来，再把鸡头切下来摆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把所有的鸡都砍好装盘了以后，我们再把蒸出来的汤汁淋到鸡的上面，让鸡吃起来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最后给它来上2颗香菜，给它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，这颜色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就这样，这道做法既简单又好吃的家庭版盐焗鸡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的盐焗鸡真的是超级的香，一出锅满屋子飘香，闻着就超级的想吃。而且它吃起来的口感皮爽又滑，骨肉鲜香，非常的好吃，咬到嘴里一点的腥味都没有，也一点都不柴。自从学会了这道菜，家里的大人和小朋友都特别的爱吃，以后想吃盐焗鸡的时候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而且自己在家里做的话，健康、卫生又安全。最关键的是它的做法真的是超级的简单，只要1小包的盐焗鸡粉，就能在家里轻松的做出比外面还要好吃的盐焗鸡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一道菜，就赶紧收藏起来吧。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